秦小姐，对不住，这亲今天结不了，也不能结。帘外的春风吹动流水，满城流雨又惊扰了谁？回首处你在拨弄着我心扉，万物都成了点缀。回忆的檐下有燕双飞，谁的世事又飘到正轨？是明月如夜，来与你同饮杯，余生最好一生陪。山呀水呀，在我一生情长，风呀雨呀，你是拉满春花，如星如月，愿你无恙。我为他非死了，我在你身旁，思呀梦呀，为你辗转无常，荡呀盼呀，为我停住目光，妻子一起就能放，有你此生才不忘。琴瑟和鸣鸳鸯配，绵绵瓜蝶步云梯。赤绳细脚良缘定，白首齐眉乐倩兮。香烟飘渺，灯烛辉煌，新郎新娘齐登花堂。新人一拜天地。高堂，红尘俗世多少情痴，难猜裴某之心，日月可见。婚前允诺，绝不相负。不再迟，唯愿你长安一世。别问此心知与不知，奈何情至于此。雨淡如故，便是相思。纵生死，也算只是。春去秋来又一世，可我在等的人，他不知。夫妻对拜，你我涉险未完的故事，要如何续写盛世？余生愿落有一日，只想守护你白发对拜，许下和你有关的梦事，敢为你一念成痴。裴大人，夫妻对拜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，多等我几日，可好？别问此心知与不知，奈何情至于此。雨淡如故，便是相思。纵生死，也算只是。
秦小姐，对不住，这亲今天结不了，也不能结。大胆！为何？裴某心中已有一人，虽礼法不容，宋某此人所弃，但桩桩件件强求不得。然裴某所求不多。只要能远远望着，便此生未足。若今日他去，只怕连这一份痴念也无法维系了。裴大人，抗旨拒婚乃是杀头的死罪，你可想好了？心念若断，何以为生？裴某甘愿一死。谭某是失心疯了，皇家此婚拒婚就是抗旨不遵，死罪啊！裴大人一片真心，日月可见，只可惜了秦小姐。哎，本来就是秦家强行将死，其实裴远真他放肆！皇家之事，岂容尔等智慧？杜喜，你慌什么？裴大人既然有心寻死，成全他便是。本姑娘堂堂大将军之女，怎能强人所难啊？来人啊！秦家表妹，大婚之日，你们在此如此大动干戈，究竟想要干什么？表姐，裴远真当众抗旨，损的是太后与天家的颜面。表姐何以对我咄咄逼人啊？我们何时靠这个撑颜面了？我还不快动手！住手！无需如此，我意已决。还不速将裴大人请入大牢，明日押解回京，听候太后发落。裴大人，请吧。正儿，正儿，别问此心知与不知，奈何情之一字。一旦入骨，便是相思，纵生死，也算只是正儿，正儿。生去秋来又一世，可我在等的人他不知，你我之间未完的故事。裴远真，不可莽撞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有什么话回去再说。公公，婚事逢乱，想必还要听候京城那边示下。我等闲杂之人，本来就是来观礼的，不若让我们先离开。妙妙，我必须要去见他。他此刻人已在大狱，你就是去了也见不到人呐。裴远真行此大逆不道之举，外面的姑娘老爷都不知道怎么编排我。我若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被秦氏一党虐杀在狱中，而我却无动于衷，那世人定会嘲笑我和沈家冷血并无情无义的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在意别人说的话了？裴远真他是一介书生，他又不会武，我乃出于义愤。不会武。妙妙，
这3年以来，他对你们母子置若罔闻，在渡口表白，他让你当众受辱。如果真的喜欢你的话，怎么会如此狠心？今天退1万步讲，就算他是有心的，那也是以权势为首。你觉得你排在第几？你为什么要为了他去冒险呢？宋三，我确实看不明白他，但是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便是救人。无论他所说之人是不是我，也无论他心目中我到底排在第几位，但我想让他活着。人心皆为肉长，我如何待你，你瞧在眼中，难道便毫无感觉？妙妙，这3年以来，有没有某时某刻你有过丁点？不，莫说丁点，即便是有分毫的情谊。宋三，或许之前我没有说得很清楚，我很感激你对萧儿、对沈家的照顾。今时今刻，若是你命悬一线，我亦会赴汤蹈火以报。可是那是朋友之谊，并非男女之情。对于裴艳珍，我想，或许我喜欢她。妙儿，救人可以，但此事干系重大。为父已派管家带了几封书信前往京师游走打探，你不若先回房。哎，展侍卫，我刚好有事要寻你。裴艳珍向来行事谨慎，她这次可留有什么嘱咐？有是有。那你还不早说？裴艳珍这都入狱了，秦妙珍这个小妮子真是长了胆，竟然不顾本公主阻拦，执意要把裴艳珍带走。等我回了京，一定要好好参她一本，让母后狠狠治她的罪。你说话呀！有是有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他说必须得尘埃落定之后，再请你一阅。尘埃落定，他彼时已经深埋黄土，看了还有什么意义？罢了，沈小姐，请跟我来。沈小姐，举手看烟雨岸，落花纷繁。我在等风和你共清欢。小窗明人影乱，6年几度头还。片月有声牵绊，落下晚秋水还。居然凄美为谁伴？情丝缠缠不断，化作青川。岁月长春宵短，盈盈着酒暖。星河斗转漫漫，琴瑟谁弹？多少次心断，多少
少次心中将你轻唤，许我白头，许我一世相伴。情书谁传？多少次凭栏，再相思河畔。许我一生，许我共欢。海宝啊，不哭，不哭了啊！沈小姐，秦家势大，耳目众多，他为了护你们母子，断绝音讯，假装无情。3年来，他在京城步步为营，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，却留我一人在灵州护你们母子周全。而后秦家将矛头指向沈家，他也是担心你们受到牵连，才不得已选择向秦家低头，伺机将其一网打尽。既然他主意已定，又何必去还，自取灭亡呢？你这就明知故问了吧？我其实也没想到，他之前应承的好好的，取秦氏破秦家，可谁见到你们，他就全部抛诸脑后了。他此番入狱，已是抱了必死之心。倘若死后还不能叫你得知他的心意，未免不甘，才嘱咐我，必须等到尘埃落定之后，才能将你带到此处。原来是我们错怪他了。既然他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局，为何要自陷其中呢？他是含笑九泉了，而我呢？他想让我知道一切真相之后，为他殉情不成？自私之极。可是眼下怎么办啊？说是连眼真哥哥都没有主意的话，岂不是必死无疑？你去告诉裴远真，别以为他用这些东西就可以还了我的情。他想一了百了，一走了之，我非不肯。沈妙，沈小姐，哀家出身八品小吏之家，选秀入宫，一朝有幸得宠，可没过多久，就遭先帝厌弃，连带着你都不被先帝宠爱。那些年来，你我母子备受宫人冷眼。幸亏大皇子得病登天，3皇子坠树夭折，6皇子失踪，再加上我跟你舅舅在朝堂上经营力保，否则哪来的你现在95之尊的地位？你可记得？记得。我看你早就忘了。现如今裴彦真当众抗旨拒婚，无视天家威严，罪大恶极，非杀一儆百不可。哀家已派人快马传书，判其明日午时斩立决。母后，裴彦真好歹是1部主官，朝廷大员，怎肯如此草率？裴彦真抗旨拒婚，其中定有隐情。陛下，宝刀若要好用，得有好鞘相配。不错，裴彦真这些年是在京城立了不少功劳，而今还还政于您，您还留着他，不知尚有未足之事。不知是老夫的项上人头，还是秦家的满门呐？秦将军，行了，哀家心意已决，皇儿，切不可因一人伤了天家和谐。
喂，有人来看你了。裴彦真，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与陛下的计谋，便是先取秦谬真，借机瓦解秦家的势力。可是，你这样算无一策的人，竟然会自投罗网，真是可笑。随三公子怎么说吧，待我死后，还请三公子照顾好妙儿母子。不必你这么说，我自然会这么做。哲哲酒肆中兴风作浪的正是这秦家。凭你如今的实力，如何与这秦家斗？此番我入狱，秦家势必会拉拢你。裴某已是将死之人，还望临行前再与三公子合谋一次。你且说，我未必会答应。但是裴某相信你带神妙之心，还请三公子卧底秦家，将秦家的计划与动向报与陛下。唯有扳倒秦家，才能保住沈家上下的性命。多谢。裴彦真乃朝廷重犯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官爷，这你要多少你自己拿吧。官爷，我乃裴大人的前妻沈妙，她正是因为我，才落得这般生死难料的境地。我现在连见她一面都是奢望呀，官爷。裴大人确实是个好官，也是一个重情义的男人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与您实话说了吧。有人放话给了小的，无论小姐出了多少银两，只要不让小姐入内探监，便出2倍于小姐的银两。是谁人放出此话？这官爷，宋家三公子，宋喜远，我这全部都给你，我就进去看一小会儿，我就看那么一小会儿。宋三公子他只是口头承诺，真到要账的时候，他未必会兑现。他在灵州城外的名声，你怕是没听过吧？小气抠门的紧。再说了，他也不知道，对吧？谁说的？妙妙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值得吗？人命关天。我还以为你亲眼看到他成亲的时候会死心的。有什么事情，等我回去再说吧。妙妙，我不会认输的。
们怎么能这样对你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早就应该明白，我早就应该知道。我不要你的感动，也无需你的可怜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全是遵从本心。你不要自责，更不要做傻事。我不会自责，我更不会做傻事。你要是死了，我就另嫁他人。我十里红妆，我场面铺的一定比你昨天还要大1000倍、万倍、1亿倍。别说傻话。你如今1000倍结过，婚也聚过，可是圆满了？不圆满，未能抗旨，任你另嫁一走了之。桩桩件件，均会算入骨髓。妙儿，我知你怨我。从你离开裴家的那一刻起，你便怨我。我不怨你，我谁也不怨。可我怨我自己，怨我没有决绝的抗旨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裴元真，你如果死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妙儿，我不要你难过，我不许你难过。你说你聚什么婚，抗什么旨啊？你都已经忍了3年了，你安分守己的过一生不好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抗旨，那就是死罪。你若死了，便什么都没了。我若再忍，怕是你要移情别恋。那我比死还难受。你不要死，我不要你死。也不知道这个不洁夫人究竟有何手段，就能让裴衍真以死明志。哼，你说谁不洁了？谁不贞不洁说的就是谁，你对号入座什么？这种诋毁我听多了，你除了发泄你无能的狂怒，对我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我劝你留点力气，给自己积点德吧。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干什么？这裴衍真都倒台了，你还神气什么？就算裴大人不在，我依然是捕头，对付你们几个绰绰有余吧？真当我没本事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小姐还在里面。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小，
小姐。三公子让小女子好等啊。秦小姐深夜来访，有何贵干？小女子不才，想要三公子明日与我一同监斩。那可是你的未婚夫婿啊，你真下得了手吗？裴远真并非我心中所爱，答应婚事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。太后提过，三公子潇洒倜傥，乃可用之才。不是吧？太后是有意你和我。宋公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最好是我在胡说，否则我还以为是秦小姐你有隐疾呢，偏喜欢和离的男子，一个接一个。宋公子说笑了。太后说你只做皇商，未免也太屈才了。毕竟还是四民之末。此番裴远真一死，我秦家方可力荐三公子入户部，顶上裴远真的缺，做人上人，如何？只要不是婚事都好说，但是宋某也很清楚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说吧，需要宋某做什么呢？自然是帮咱们秦家做事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弄成这样了？雪儿还好吧？小儿挺好，就是一整日没见到你，哭闹的厉害，刚刚哄睡着。妙儿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娘亲是不是很没用？连仔细心意的男子都救不了。娘亲，小儿，怎么醒了？快睡吧。娘亲说的是不是小舅公？他们都说我当叫他小舅公。娘亲每每见到小舅公都会失神，这是不是就是喜欢？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睡吧。
想不想救颜真？宋某不知，小姐特意请我关行，此为何意？三公子乃灵州望族，今日特请阁下前来关行，以正天家威严。午时即刻将至，还请小姐下令，将那抗旨不遵的逆贼带上来。是。押上来。秦家好手段，杀人便罢，何苦如此折磨？秦家如此行事，何以服众？我们为何要服众？我们需要的只是他们的惧怕。跪下！阶下之囚，这是何意？横竖皆已抗旨，又何妨多抗一次？放肆！裴大人，这秦家好狠的心啊！秦家行事向来如此，只可惜了裴大人这么好的官儿啊！对呀，秦家这女子如此心狠手辣，活该她嫁不出去。就是啊，活该其身如海，怎落得如此下场啊？裴大人，灵州人士裴衍真抗旨拒婚，今遵太后懿旨，即刻斩立决。我来世再续前缘。何人胆敢在此造次？裴衍真，裴衍真，沈妙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闯法场！我有太祖所赐免死玉牌，钱缪真，即使是太后懿旨，也敌不过太祖之令吧？一派胡言！我自幼在京中长大，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玉牌。给我将这个满口胡言乱语的疯妇拿下！小姐，大人，小姐，大人，小姐，住手！秦家表妹沈妙乃本公主的闺中密友，无论玉牌真假，你都应该听她说完才是。即使是皇兄在场，也断然没有强行执法、不听民意的道理啊！对呀，对呀！放了裴大人！是啊，放了裴大人！裴衍真，裴衍真，裴衍真，裴大人，你醒醒！裴衍真。果真有免死玉佩？我已经查清楚了，这玉佩确实是太祖因为当时裴家的先祖救驾有功所赐，只不过这些年裴氏避居灵州，逐渐示弱，所以才被世人淡忘。若他真有此物，为何不早拿出来？还在狱中白白受了皮肉之苦。持玉佩前来的是沈妙。他居然把自己的护身符转赠沈家，莫非是色令智昏？我倒是觉得这裴衍真是另有所图啊。莫非
他还盯着沈家的那笔财富。不管怎么说，裴衍真也是伤筋动骨，别想再回到京城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重臣裴衍真犯上，抗旨不遵，虽则免于死罪，却难为群臣表率。特下诏将其削去官职，贬黜为民，返回原籍，没收官邸。钦此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啊！小儿啊，他要真飞走了，那可就回不来喽。生气了？宋公子现在是秦府的座上宾，来我们沈园干什么？我家公子没有。小儿，你听我说。夏夏，你怎么能把小正宫害成那样，变成坏人呢？我和娘亲都不想理你了。这是你的鸟，还请你拿回去吧。哼，走。红尘俗世多少情痴，难残情只一次。若重来一次，不再迟，唯愿你长安一世。别问此心知与不知，奈何情只一次。一旦入骨，便是相思，纵生死也算咫尺。